实际价值亿万的破落小区竟被白菜价抛售，女儿心急如焚，尝试挽回，却被告知需100亿违约金，未来女巴菲特也只能懊悔莫及。爸，你又要乱搞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最近几年，国际金融大鳄正在期货市场上兴风作浪，现在入场就等于给人送菜。你又来这套！我在期货市场上的朋友都是出了名的大投资家，他们都说了，现在市场冰点，正是入场好时机。你懂个屁！一边待着去，少在这扫兴。叶枫瞥了眼王佳妮，然后道：“王总，我倒觉得你女儿说的没错，她在经济学领域还是相当有能力的，多听听她的建议没坏处。”王长兴一怔，随后看了看唐仲威，接着笑起来。没想到叶先生是这么懂得怜香惜玉的人，弟妹一定很幸福吧？很明显，他误会了什么。这话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。王佳妮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但此刻却不说话了，因为她不想欠这个臭男人的人情。许久后，饭局结束，王长兴喝到醉醺醺的，被扶上了车。王佳妮回头看了眼葛清泉，犹豫了下，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走过来道：“葛伯伯，我爸只是压力太大，一时糊涂，那个合同能不能算了？我可以做主拿出一部分钱做补偿。”葛清泉颇为意外，没想到这丫头如此坚持，但这笔交易他最少能获得几个亿的利润，怎么可能愿意放弃？不行，合同签署过，已经拿去公司备案了，现在违约可不是200-300万能搞定的。如果你能拿出5个亿的违约金，我倒无所谓。王佳妮满脸失望，她一个大学生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这时候叶枫走过来劝慰道：“富贵在天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当时最佳的考虑，没有对错之分。当然了，我个人认为你的眼光要比王总好很多。”王佳妮抬头看着他，这已经是叶枫第3次帮他说话了，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感激之情，反而更加讨厌叶枫。看了眼站在不远处的唐仲威，他冷笑道：“叶叔叔，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，就别再想着拈花惹草了吧。而且我不喜欢你这种年纪的大叔。”叶枫失笑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个意思，只是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材。所以呢，你是不是觉得3番2次帮我说话，我就会对你有好感，然后再把我拉到你身边当个秘书什么的？有事秘书干，没事秘书是吧？”叶枫听得脑袋有点炸。后世中的王佳妮以言辞犀利著称，没想到年轻时的她也不逞多让，知道再说下去恐怕双方的关系只会更难变道。反正我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而且我想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在毕业论文的撰写上，你应该多参考1925年的欧亚文献，而不是只盯着现代经济学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会犯一个不小的低级错误。王佳妮听得一愣，她的确到了撰写毕业论文的时期，也一直在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各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，但论文都是保密的，除了他自己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写什么。叶枫从哪知道的？车上，唐仲威掐了叶枫一下，吃醋的道：“你对这个小姑娘好像很热情的样子，是不是觉得她年轻漂亮？有什么想法？”叶枫苦笑道：“女人的眼里，男人只要上点心，就是对人有想法嘛，能不能别把人想得这么龌龊？”葛清泉在前排呵呵笑着道：“弟妹，像叶老弟这么有才的人，你可得看住啊，不然说不定就要被哪个女人给抢了。”叶枫听得很想揍人，你不会说话就请闭嘴好吗？不久后，车辆来到叶家附近，考虑到劳斯莱斯实在太招摇，叶枫在离家还有100米的位置就下车了。来到家门口，便看到一名供电局的职工正拉完电闸，还特意加了锁，免得被人重新推上。唐仲威连忙走过来道：“师傅，干嘛拉我们家电闸呀？还能为什么？欠费啊！自己欠2个月电费没交，不知道吗？”说完话，转头看见唐仲威长得这么漂亮，微微一怔，随后又看了眼叶枫，这才哼了声道：“连电费都交不起，这样的男人要来干嘛？”一个男邻居哈哈笑起来道：“说得对，连电费都交不起的男人，还是离了算了。妹子，回头跟哥过，别的不说，起码干啥事都能照着亮。”一群人笑得前俯后仰，乐不可支。对他们来说，生活是枯燥乏味的，唐仲威就是平淡之中的亮点。之前叶枫也不是没发过火，但是被几个邻居和起火来推搡一阵子后，就吓得怂了。从那之后，唐仲威很少出门，就是不想再看到这种场面。师傅，能不能先把电闸合上？我马上就缴费。不行，那名职工毫不留情地拒绝道：“我的活就是来拉闸，要想合闸，得局里再派人来。不过今天都下班了，就算现在缴费，你们也得等到明天。”因欠缴电费，电局职工拉闸锁电箱，竟还嗤笑配合恶毒邻居羞辱妻子情怀。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吓得不敢动弹。师傅，能不能先把电闸合上？我马上就缴费。不行，我的活就是来拉闸，要想合闸，得局里再派人来。不过今天都下班了，就算现在缴费，你们也得等到明天。我现在交不行吗？你人在这，帮我们打开就是了。唐仲威恳求道：“家里东西多，没有灯，万一孩子磕着绊着。”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的孩子，谁让你生的？你找谁去啊？那名职工幸灾乐祸地说着，其实对他来说，开锁就是举手之劳，根本不需要走那么复杂的程序。但是看到叶枫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他就心里很不爽。眼看着那名职工要走，叶枫过来拉住他，沉声道：“举手之劳的事情何必为难人？谁为难你们了？这是我们的程序，程序懂不懂？撒开！”职工用力把叶枫的手甩开。这时，一个健壮的男邻居走过来，嘿嘿笑着对唐仲威道：“妹子，要真缺钱交电费，跟哥说啊，500一次，怎么样？实在不行，再多给你200。”几个邻居再次哈哈大笑起来。唐仲威气得满脸涨红，咬牙切齿，捏紧了拳头，恨不得把这家伙踢死。
那名供电局的职工也附和道：“说真的，这样的男人离了算了，凑合啥？电费都交不上，还指望给你什么幸福生活？”这时候，一声车辆的鸣笛传入其耳中，我靠，劳斯莱斯啊！有人惊呼出声：“这得好几百万吧？哪来的大富豪跑咱们这溜达来了？可能是开发商吧？不是说最近这里要拆迁了吗？”听说这边的承包商是万顺地产，那可是咱们市的明星企业，老板身家几十个亿呢。一群人议论纷纷，满脸羡慕地看着车上下来的葛清泉。看到葛清泉回来，叶枫和唐仲威也挺意外的。叶先生，刚想起来一个事，下午我让法务拟定了一份合同，王长兴那个小区的销售额，到时候你拿10%，估摸着也就几千万吧。你也别着急拒绝，是因为你的提醒，我才会和他签合同。如果你说的对，我就能赚几个亿回来；如果你说错了，那这10%可就1分也没有了。叶枫稍微有些意外，却不会太吃惊，甚至之前他就预想过葛清泉可能会拿小区代售的钱给他当谢礼。唐仲威听得心跳加快数倍，几千万，这可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钱。下意识看向丈夫，却发现丈夫脸色依然平静，好似这几千万对他来说不值一提。走到近前的葛清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这里怎么一堆人？旁边的供电局员工一哆嗦，恨不得立刻把车扛起来跑。叶枫瞥了他一眼，淡声道：“家里忘交电费，被人拉闸锁了箱子，想趁着人还没走，现在缴费，让他帮忙打开箱子，说要走流程，等明天再派其他人来。”这话自然是叶枫故意说出来的，因为他知道葛清泉一定会帮忙。这种不用费太多精力就能让叶枫欠下点人情的事情，不比什么买卖都划算。果然，葛清泉立刻瞪着那名供电局员工呵斥道：“走什么流程？你这摆明了是故意为难人，明明当场就可以办好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拖到明天？不把客户当人是吧？行。我这就给你们里局打电话，问问他怎么管理的，真是不像话。如果他不管，我直接投诉到更上一级。”那名供电局员工吓得魂不守舍，不说更上一级，就算葛清泉口中的里局都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他自知理亏，连忙苦着脸求饶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您朋友。我是不是我朋友有关系吗？你的意思是我朋友有特权，普通人就得区别对待？那你们供电局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同一个国家，同一个民族，都分3、6、9等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”葛清泉说着，直接拿出手机打起了电话。接通后，毫不客气的道：“李怀忠，你搞什么名堂？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被你们的员工拉了电闸，人家说了立刻缴费，结果你的员工死活不愿意开锁，非要让人家黑灯瞎火的等一夜。供电局就是这样服务老百姓的。”电话另一端的李怀忠被训得有点蒙圈。葛总，您看这话说的，应该是哪个小毛孩子不懂事，把您给惹火了。这样，您跟我说下位置，我立刻让人送电开锁。那个员工呢？就这样算了。下岗半年，您看怎么样？少说也得损失4、5万。说实话，这点事我总不能真把他给开了。您行行好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葛清泉看向叶枫道：“让他下岗半年，供电局马上送电。”叶枫点点头，算是认可了。而旁边的供电局员工则脸色苍白，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就是来拉个闸而已，怎么就把自己拉下岗了？唐仲威心软，对着叶枫道：“这会不会有点过了？其实咱们也没什么损失，他们不是说等下就送电吗？”那名供电局员工立刻投来了感激和期望的眼神。然而让他失望的是，叶枫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他。如果他只是拉闸断电，不愿意开锁，我不会太生气，顶多觉得他们做事太拖拉、死板。但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插嘴我们家的事情。一个闲杂人等，有什么资格议论我的婚姻生活？3句不离要这样的男人干什么？如果我这样都能算了，怕是会让人觉得太好欺负了。唐仲威张了张嘴，想想事实的确如此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葛清泉听得更怒了，他还敢乱说话，看来下岗半年都是轻的。不行，我再给李怀忠打个电话说一声，真是不像话。供电局员工腿都有些软了，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好在叶枫并没有再继续为难他，淡声道：“对一个普通员工来说，下岗半年足够长教训了。而且他说话还不算什么，最难听的应该是这位大富豪财大气粗的问我老婆500一次够不够交电费的，不行就再给200。我还真想知道你这么嚣张，家底子到底有多厚。”葛清泉一听这话，当即冲后面喊着：“都给我过来！”他的保镖和司机立刻跑过来，随着葛清泉气势汹汹的跑出建筑，这个架势显然是准备动手了。因欠缴电费，电局职工拉闸锁电箱，竟还吃笑配合恶毒邻居羞辱欺负情况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吓得不敢动弹。都给我过来！他的保镖和司机立刻跑过来，随着葛清泉气势汹汹的往出高。看这架势，显然是准备动手了。见状，男子吓得浑身发抖。现在就算叶枫直接过来抽他2耳光，他也不敢吭声。唐仲威终究是个不喜欢惹事的性子，连忙把葛清泉拦住。葛总，算了，他就是开句玩笑，别打架。唐仲威不怕葛清泉吃亏，只怕这事闹大了会对葛清泉的个人名誉产生影响。叶枫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同样拦住了葛清泉，然后看向那些已经被震慑到不敢吭声的邻居们。我知道你们以前看不起我，顺带着连我老婆都被你们言语轻薄，失去了尊严。但我不怪你们，以前的确是我太废物。如果有人看得起我，那才是脑子进水了。他这番自嘲让众人面面相觑。下一刻，叶枫的眼神陡然犀利了几分，冷冷地盯着这些人。
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从今天起，不允许任何人再对我家的事情说三道四。如果再发生刚才那种事情，不管是谁，哪怕他爹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保证让他后悔终生。再过不久，我们家就会搬走。希望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，能够友好相处。尤其某些人，最好收起心里的那点龌龊心思。他的语气严厉，神情阴冷。那些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邻居们，此刻被叶枫的眼睛扫过，竟然内心升起了难以言喻的恐惧感。就连站在一旁的葛清泉都满脸诧异地看着叶枫，他感受到了一股难言的压力，内心竟然有一丝惊惧感，就好像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些身家百亿、千亿的真正大佬一样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不怒而威。这时候，那名供电局员工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拿起来接通后，里面传出领导的怒骂声：“你都干的什么屁事？马上把人家的锁打开核查，电已经送过去了。还有，立刻向那户人家道歉。如果他们不接受，你就给我等着瞧。”那名供电局员工苦着脸，耷拉着脑袋，赶忙跑过去把锁打开，合上了电闸，然后对着叶枫和唐仲威弯腰低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不该。这次多谢葛总帮忙了。”叶枫没有理会他，甚至没有听他说完道歉的话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都是举手之劳。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叶先生呢。对了，那边的人确定不要我帮忙处理一下，不管他是做什么工作，家里有什么背景，我都能让他吃不上饭。葛清泉一脸霸气地说着，在荣城经营房地产多年，他的确有这个实力。叶枫淡笑着摇头：“狗咬了人，踢他一脚也就算了，总不好再咬回去。晚上我想想别墅的设计图，这2天就画出来给你送过去，到时候装修就拜托葛总了。”这个好说。葛清泉笑得极其开心，这套回来真是太值了，帮叶枫出一口恶气，顶得上说1万句好听话。从叶枫的态度来看，显然也记住了这份人情。而后两人又闲聊了几句，葛清泉这才上车离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附近的人没有一个敢动的，直到叶枫和唐仲威回了屋子，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，老唐家的上下2代人也是争得不可开交。妈，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小妹的家，大中午的跑去掀桌子，她得多没面子，你这是做的有点过了。宋月如也知道过了，可她拉不下脸道歉啊。怎么的？说来说去，还是我们的错了。唐景松却是帮腔自己的老婆，冲儿子吹胡子瞪眼道：“还有什么叫你小妹的家？那房子谁掏的钱？不是我掏钱，他们现在的住桥洞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还有理了咋了？走，现在就去把他们撵走，我把房子收回来，看他们还有什么本事叫板。”在唐景松眼里，叶枫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全都是靠他们老唐家的资助，只要自己一句话，就能让那个兔崽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这恐怕不行吧？房本上写的是他俩名字，人家就是不愿意搬，你能怎么办？这倒不算什么大问题，按照法律解释，首付款和后续的贷款都是爸出的，可以认定为赠与。赠与的房产不管写谁的名字，只要去打官司都能要回来。唐明海接着道：“明天我找个律师问问，你们先别着急。再说了，刚掀完桌子就去要房子，小妹万一真想不开怎么办？缓一段时间吧。”宋月如没有反对，她也比较赞同缓一段时间再说，免得真把女儿逼上了绝路。而唐景松倒不在乎什么时候去要，反正他认为只要自己一开口，相信叶枫就会慌得不行。别墅买下后的第3天，叶枫就把装修设计图交给了葛清泉。叶先生，您这设计能力真是绝了，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呢？回头我装修新房的时候，您可一定得帮我设计啊。没问题，葛总到时候有需要直接和我说就行，别墅的装修就拜托葛总了。行，我一会直接给你安排3个施工队，24个小时轮番开工，争取3个星期内就装修好。而后，叶枫又向葛清泉花了100万首付买下了4套小区商铺。对此，葛清泉没有任何意见，他正愁着没机会拉拢叶枫呢。叶枫找他帮忙的次数越多，他就越高兴。等待房屋装修期间，叶枫依然每天陪着唐仲威去菜市场卖水果。直到3周后，葛清泉打来电话，告知装修已经结束，随时可以入住。唐仲威早就期盼这一天了，叶枫便给搬家公司打了电话，然后一家3口开始收拾东西。唐仲威刚把收拾好的行李放在家门口，就远远的看到了唐景松和宋月如走了过来。唐仲威皱起眉头问：“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最近父母只要一来就没什么好事，今天是搬家的好日子，他实在不想因为这些破事扰乱心情。唐景松一看他这表情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皱什么眉头，搞得好像我们是仇人一样。叶枫呢？让那个兔崽子滚出来！”你们绝对想象不到，我丈母娘被那个八卦邻居挑拨后，竟然直接冲到我家翻桌子，连带我老丈人也上门准备把我赶出去。就因为我住的房子是他们送的，他们哪知道我早就在外面悄悄搞定了一栋超豪华别墅，而今天正是我搬家的日子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唐景松一看他这表情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皱什么眉头，搞得好像我们是仇人一样。叶枫呢？让那个兔崽子滚出来！”唐仲威脸色发沉道：“爸，就不能让我们过几天安稳日子吗？为什么非得天天找上门来吵架？他最近又没得罪过你们。”唐景松瞪着眼睛道：“没得罪过我们，他祸害我们家还不够多吗？还要怎么得罪？”叶枫走出来，见到岳父岳母站在门口，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。自从宋月如上次掀完桌子走人，他就预感到这2口子还得来。果然，见到叶枫，唐景松立刻指着他呵斥道：“你马上收拾东西从房子里滚出去，这房子我要收回来。”唐仲威听得一愣，收回房子，他瞬间脸色发白，退后半步，望着父母，感觉是那么的陌生。虽然自己即将搬进新居，这房子要不要无所谓，可唐景松的行为让唐仲威本就伤透了的心更加雪上加霜。
叶枫走上前来，站在唐仲威身旁，挑眉道：“说到底是一家人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谁跟你一家人了？你配吗？”唐景松冷笑道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是不是觉得无论自己怎么窝囊，怎么扶不上墙，我们都会顾忌着微微，不得不扶你们一把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你蠢。今天我还就要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身无分文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已经和律师谈好了，如果你不走，我马上就起诉你，收回我赠予的房产。”看着满脸冷漠的父亲，唐仲威的眼泪流了下来，但他没有如上一次那般歇斯底里，而是抹了下眼泪道：“爸，你这样逼他，和逼我有什么区别？真的要把事情做到这么绝吗？”微微，不是爸妈做事绝，而是你实在太……宋月如开口道：“你又不是不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，只要你跟他离婚，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？听妈一句劝，别老是这么固执，知不知道？”唐仲威立刻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们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我的丈夫，否则的话，你们不会这样做。”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，再也流不出来了。看着女儿伤心的样子，唐景松却心硬如铁，对叶枫道：“你但凡还有点男人的尊严，就给我主动滚蛋，别逼我来应付。”宋月如吸了口气，硬着头皮道：“如果你愿意离婚，我们也可以不收这房子，还会多给你一部分钱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”唐仲威的身子颤抖，之前唐明海说这话的时候，多少还知道背着他，而宋月如却当面说出来，让他内心一阵绝望。这就是自己的父母吗？别人的父母在女儿出嫁的时候，要么喜笑颜开，要么伤感难过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们在自己出嫁的那天，冷着脸，还把叶枫臭骂了一顿，连门都没让他进吧。是自己抱着被子独自出门，忍受着邻居们的指指点点，上了叶枫租来的婚车。他以为总有一天这些会改变，叶枫会改，父母也会改。可他没想到自己在最黑暗的时刻等来了丈夫的改变，可紧随而来的父母却一如既往。叶枫还想说什么，唐仲威却拉住了他，然后对唐景松和宋月如道：“我已经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也可以最后一次告诉你们，我们永远不会离婚，除非我死了。既然你们想要回房子，那就还给你们。”说话间，搬家公司的车到了，唐仲威没有再多言，开始自顾自的装行李。搬家公司的到来让唐景松和宋月如满脸愕然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搬家？难道他们已经想搬出去了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有些反应不过来，直到女儿把最后的行头都放到车上后，宋月如连忙拉住他喊道：“你们搬去哪？你别这么意气用事好不好？就不能听爸妈的话吗？”我已经不是小孩子，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维能力。唐仲威看着他，惨笑着道：“至于我们搬去哪，我说搬去一栋非常豪华的大别墅里住，那里有很大的花园，光装修就花了100多万，你信吗？”信你个大头鬼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都说的什么疯话？唐景松皱起眉头道：“你还真打算为了他出去租房子住，好好的家不待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”我是有病，绝症，治不好了。唐仲威甩开宋月如的手，直接上了车。唐景松沉着脸看着从家里出来的叶枫：“你到底给我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？”“我会做西红柿鸡蛋汤、紫菜蛋花汤、毒鸡汤，唯独不会做迷魂汤。”叶枫淡淡的道：“世界在进步，人也在改变，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一起去我们的新房子。我想到了那里，你们会改变想法的。”“去你的新房子？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租个房子就是你的了。”唐景松面色阴沉，盯着叶枫，很想给他脸上来一拳。为了给诺诺治病，你找大老板借了100-200万还没还完也就算了，现在又为了面子，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，出去租房子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唐景松越想越气，竟然真的抬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。这一巴掌打得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唐景松也没想到叶枫竟然连躲都不带躲的，他咬牙切齿，心一狠，又要再来一下。住手！唐仲威飞快地跑过来，把叶枫挡在身后，冲唐景松大吼：“你干什么啊？”看着女儿那愤怒的样子，唐景松忽然有种难以言喻的伤心。小时候的女儿是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么长大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呢？明明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为了他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，为什么他一点也不理解？现在这一副仇人的样子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这一刻，唐景松放下了手，他感觉累了。见父亲不再动手，唐仲威转过身，一脸关切地看着叶枫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叶枫摇摇头：“没什么。”然后他看着唐景松和宋月如道：“不躲，是因为这一巴掌我应该受着，毕竟以前做的不好，但从此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我们还要去新家收拾，再见。如果你们需要把房子卖掉或者过户，可以随时打电话，我们会配合的。”说罢，叶枫拉着唐仲威和诺诺上车，看着搬家公司的车子离开，宋月如又转头看向面前的空房子，忽然觉得心里很堵。她看向丈夫唐景松，叹气道：“现在怎么办？真让女儿跟着他租房子？能怎么办？不管租房子还是睡大街，都是他自找的。他想过苦日子，谁能管得着？可她毕竟是咱们闺女啊。”我就当从来没生过她。唐景松阴沉着脸道：“我跟你说清楚，以后他再想来家里借钱，1分钱都没有。我现在就回去把所有钱都投到老廖的厂里去。”宋月如没有再说话，按廖志凡说的，工厂最多半年就能回本，1年少说翻个2-3倍，想想预期收益，宋月如不禁有些期待了。然而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工厂却会是近些年来最猖狂的骗局之一。只因被老丈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一巴掌，
搬家工人就以为我是窝囊废，不仅觊觎我老婆美貌，还对我冷嘲热讽。结果下一秒就被眼前的豪华别墅震撼的连搬运费都不敢要。车上，唐仲威心疼地看着叶枫的脸，叶枫看出了他的担心和自责，淡笑着道：“你别想这么多，又不是你打的。”可他怎么也不该动手打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唐仲威犹豫了下道：“以后我会尽可能不跟他们来往的。”叶枫笑着摇头：“傻丫头，这说的什么话？那是你爸妈，血缘大于一切，怎么可能不来往？现在他们不相信，以后总有一天会明白我们没有撒谎。”唐仲威叹气道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固执，一点也不愿意相信我们。”叶枫没有说话，为什么不信？还用问吗？很明显是重生以前男人留下的坏印象太深刻了，加上老年人的思想比较顽固导致。前面坐着的2个搬家工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后方，唐仲威的美貌让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，心想这男人住在那么破旧的房子，一看就穷得叮当响，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咋就瞎着眼嫁给了一个穷逼？开车的搬家工人更是忍不住道：“兄弟，刚才是你老丈人，说句公道话，我要是他也会气得不轻。你这年纪轻轻的，得努力啊，实在不行来我们公司，只要够勤奋，1个月怎么着也能赚万8千的。”对啊，我们公司很多工人的月工资都是过万的，家里都买了小车，出门也方便不是？他们这是很明显的炫耀，意图引起唐仲威的注意。叶枫哪里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，冷声道：“月入过万你们就满足了，这点钱我还看不上眼。”2个搬家工人同时发出嗤笑声，在他们心里已经把叶枫当成了只会吹牛逼的傻缺，难怪老丈人揍你，活该。没多久，经过一个小区门口，叶枫看到葛清泉车停在那，停车。停车后，叶枫下车喊道：“葛总！”见他竟然冲着一辆劳斯莱斯喊叫，司机忍不住道：“你喊什么呢？人家里面坐着的是大老板。”话音未落，葛清泉从车里出来，见到叶枫，立刻高兴地走过来：“叶先生，我正说给你们打个电话，问问什么时候到呢。走，一块去你们的新家，装修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直接跟我说，施工队的人还在那边，现场就可以整改。”劳烦葛总了。再次上车，他对着司机道：“跟着那辆车走吧。”司机有些失神地启动了车辆，跟在了劳斯莱斯后面。看着前面的豪车，司机认出了刚才那是本地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。他额头冷汗直冒，能让万顺地产老总亲自在前面引路，这俩人啥关系？想想自己来时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这2个搬家工人对视着，他们都感觉到了彼此的惊恐。不多时，车辆抵达了别墅大门前，看着眼前这阔气十足的大别墅，2个搬家工人再次失神，车子险些撞在了劳斯莱斯上，把他们吓得浑身无力。叶枫瞥了他们一眼，然后打开车门下去。葛清泉满脸笑容，指着别墅道：“怎么样，和你设计图上一样吧？还别说，这玩意真造出来，比效果图还震撼呢。叶先生的设计真是太超前了。”叶枫笑了笑道：“还是葛总的施工队水平足够高，否则再好的设计，没有相匹配的技术也白瞎。”葛清泉哈哈大笑，心中很是高兴。另一边，唐仲威招呼搬家工人把东西一块送进别墅里。2个搬家工人不再像之前那般趾高气昂，而是耷拉着脑袋，小心翼翼地搬着东西跟在后面。东西先放这吧，回头我们自己整理一下就好了。唐仲威打开手机问：“钱是给你们谁？”2名搬家工人互视一眼，都没有立刻掏出手机。站在这里，他们连收钱都觉得很难为情。怎么了？唐仲威不解地问。一名搬家工人胆子稍微大一点，硬着头皮低声道：“那什么，刚才对不起，钱就算了吧，也没多少东西。”这怎么能行？这是你们应得的酬劳。叶枫适时地扫来一眼，眼神犀利。那名搬家工人打了个冷战，连忙掏出手机，让唐仲威扫了钱。拿到钱后，2人没敢多待，慌不迭地离开了别墅。直到驾车离开小区，他们才长出一口气。一名搬家工人满脸不自然的道：“没想到他们家这么有钱，也不知道之前为啥住在那种地方。都说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可能是突然发达了吧。”还好咱们俩没说什么太难听的话，不然……在2名搬家工人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叶枫一家人在葛清泉的带领下正参观着新居。整体参观完之后，叶枫很是满意的向葛清泉道谢：“让葛总费心了，不过装修款我暂时拿不出来，可能得等商铺转手才行。”这个不急，正好我这段时间找人买了附近几块地，叶先生帮我参谋一下，应该怎么规划比较合适。说着，几人来到客厅，葛清泉拿出了笔记本，叶枫看着电脑上的平面图，葛清泉选的地块都属于最有价值的那几块了。他开始按照自己记忆中的样子，以及后世对这些规划的完善修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许久后，叶枫把自己的规划构思讲得七七八八，葛清泉听得满脸正然，因为叶枫讲的东西太超前了，最起码比现在这个时间点提前了20-30年。等反应过来，他的眼神充满了狂热。如果将这些规划全部实现，这将会是一个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震惊的大工程。唯一让葛清泉为难的是他资金量太少，叶枫所说的东西做出来起码得上千亿才行。叶枫笑了笑道：“一旦迪士尼公园和国防科技大学分校的项目落地，你圈的地价值可就不同往日了。而且投资是什么？无非就是 PPT 做得好，让人觉得有搞头。葛总用心做好 PPT， 不难拿来投资。当然了，这是为了更快实现规划项目。如果你不着急，也可以自己慢慢搞，花个10来年的时间也是能做成的。”
葛清泉满脸慎重的点着头，拉头子还是单干，事关重大，必须谨慎的思考一段时间再做决定。与此同时，王佳妮正望着电脑屏幕上的结论发呆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会这样？之前叶枫警告他，如果只盯着现代经济学，他的论文会出错。当时王佳妮虽然不信，但他向来做事谨慎，还是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顺便对照着叶枫所说的1925年欧亚文献。让他大吃一惊的是，同样的案例，在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环境背景下，竟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许久之后，他站起来，走到另一个房间里，对正在电脑前一脸兴奋的父亲王长兴问道：“爸，那个叫叶枫的人，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”